进来。董事长，今天来了几个应聘的，要不要你看一下呀？有几个人？这他们的资料，一共7、8个。7、8个。啊，董事长，不过我想给您推荐一下，咱们这儿有个特别的人，想跟你说一个事儿。特别的？对呀，你看这个，就是他，李大美。他呢考上清华大学，可是他没选择上。这考上清华大学很难得呀，他为什么不上呢？这个事儿我也不是很清楚，要不我把他叫过来，你问一下。行，那你先把他叫过来吧。啊，行，我这就过去。来，进来。董事长，人带过来了，就是他。啊，你就是李大美是吧？啊，对，这是我们董事长。那我问你个问题啊，你这上面写的明明考上清华大学了，你怎么没选择去上学呀？是这样的，董事长，因为我们家的条件不太好，兄弟姐妹也挺多的，我下面还有弟弟妹妹呢，他们也需要上学。我这考上清华大学，我父母出不起学费，所以我就不上了。原来是家庭拿不起学费才辍学的。那姑娘，我问你，你还想不想上学呢？想，当然想，这是我费尽千辛万苦才考上的大学，我做梦都想上。这样吧，我愿意出钱让你去上学，而且啊，每个月都会给你发工资，你看行吗？什么？董事长，你愿意给我出学费让我上学？这为什么呀？因为我不想看着你这一颗好苗子被浪费掉了。原来是这样，董事长，谢谢你。你放心，你资助我上大学，等我学业完成之后，我会好好报答你的。行，不过姑娘，你报答我的要求就是你必须留在我公司上班，帮我一起打理公司。行，我同意。那行，你既然同意的话，白秘书，你带着他去财务那边把学费给他拿一下，然后给他办一下入职，每个月就按咱们的员工打到他的工资卡上。行，董事长，明白了。谢谢你，董事长。走吧，姑娘。白秘书，董事长，你到底什么时候发工资呀？你都已经拖了3个月了。白秘书，咱们现在公司不是遇到一点困难吗？你放心，我会尽快想办法把这个工资给员工们都发下去的。董事长，我哪次来找你都这么说，我下次来你是不是还这么说呀？不行，我今天非得见到公司不可，要不然我就组织咱们公司人罢工了。白秘书，你不能这么做呀！你看，现在公司遇到困难了，这好歹你也跟我干了几年了，这我不说你能出力帮我，但是你至少也给我一点时间，让我去凑钱吧。你别说那么没有的啊！你给我发工资，你就是我董事长，你要不发，你什么都不是。白秘书，你现在不管怎么逼我，这现在账户上没有钱，我没办法给大家发呀。这样吧，你再给我2天的时间，2天我就把这件事情解决好。行，我看看你平时啊待我们多不好，我这次我相信你，2天时间我就给你2天，2天之后别再拿这一套来敷衍我。行，这可怎么办呀？喂，王总。李总啊，怎么了？找我有事啊？是有一点事情。你看，我公司最近遇到了一点事情，这资金啊周转不过来。我想，这咱那么多年的交情份上，我想让你帮帮我，能不能借我一点钱？哦，你想借钱呀？哎呀，李总，这我非常的想帮你，可是啊，我这公司这刚刚进了一批货，这手下也没钱呀。王总，我知道你手里肯定有钱的。你看，咱们这交情也不是1年2年了，
再说当年你看你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我不是也帮了你不是？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你白帮的。你帮我的这个钱，我会给你算利息的。李总，我奉劝你一句，你这公司啊也没什么价值再投钱了，要不你就把公司卖给我吧，我会给你一个好价钱的。王总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怎么说呀？我可是看到咱们是老交情的份上，才这样劝你的，要不然呀，人家还不会收购你的公司呢。王总，我告诉你，这个公司啊，说什么我都不会卖的，这个钱我也不借了。董事长，2天的期限已经到了，这个钱为什么还没发呀？小白，这2天我也在找人帮忙凑钱，但是什么呀，董事长？如果你实在坚持不下去的话，那你要不把公司卖了，别拖欠我们的工资啊。我看卖给王总啊，就挺合适的，他出的价钱也挺合理的呀。小白，你怎么知道王总想买我的公司？是不是你和他串起伙来的？是不是？哎呀，总算聪明了一回啊！对，实话跟你说吧，就是我和王总啊串通好的，我们呀就是要把你的公司搞垮，然后收购下来。王总已经许诺给我了，只要把你的公司搞垮，让他收购，这个公司的经理啊就是我了，就是这公司的老大。小白，你太过分了！你摸着自己的良心好好想一想，你跟着我这几年，我对你怎么样？你怎么能连同外人一起来骗我呢？董事长，现在都什么时代了呀？啊，你这思想怎么就跟不上呢？我告诉你，鸟味食亡，人为财死，这些道理你不明白吗？我真没想到，我还以为是我自己经营不善，所以才导致公司有今天的这样的问题。让我没想到的是，是我身边最信任的人呵护外人来坑我。小白，你真的让我对你刮目相看。行了，别扯那么多没用的了啊！你啊就别挣扎了，王总啊正等着进入这个公司呢，你还是把公司卖了吧，我也是为了你好。想让我卖公司，不可能！我宁愿玉碎，我也不会瓦全。董事长，我也是为你好，你一个女人家的，别办什么公司了，去找个人嫁了吧。你说你现在欠那么多钱，你不把公司卖了，你拿什么还呢？你怎么还？他的账我来还。哟，大美，李大美，董事长，是我，8年了，我回来了。啊，我想起来了，你就是8年前董事长资助那个大学生是吧？刚才你说什么？董事长的账你来还？你个穷丫头，你拿什么还呀？你知道董事长欠多少钱吗？你欠多少？我说出来啊，怕吓到你。你给我听好了，你这个董事长一共欠了1800万。哦，1800万。是啊，还得起吗你？看好了，我这里有2000万，够了。2000万？你开什么国际玩笑呢？你个学生，你哪来的2000万呀？是啊，大美，你怎么有那么多钱呀？董事长，你不知道，我大学读完之后，我又读了研究生。我研究生毕业之后，我又出国留学了1年，在国外，我申请了一个专利，而且那个专利被跨国的公司看上了，所以他们就花了2000万买了我的专利。什么？这卡里真有2000万？这是你还没见，你这么大本事？白秘书，你不要以为所有的人都跟你一样这么没出息，在公司这么多年，
也只能是个秘书。像你这种人，也只会使点小手段而已。怎么说话呢你？有钱了不起啊？我不仅有钱了不起，而且我还是因为我有证据了不起。证据？什么证据啊？你联合王总一起设计董事长，还有刚才我在门外听到了你跟董事长的对话，我全部都已经录下来了。你说我要把这个证据交到法院，像你这种吃里扒外、出卖公司的人，会判几年？你千万不能叫我，这不行啊！董事长，你快给他说说，别让他告我呀！董事长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下次再也不敢了。你不能这么做呀！你这么做我就毁了呀！现在知道害怕了。你联合王总害我的时候，你怎么没想到这个下场呀？行了，我现在不想看到你，从我的办公室里滚出去！行，我现在就滚。董事长，你就这么轻易的放过他了？行了，这你回来了是一件高兴的事。像他那种小人，咱们不要去理会。董事长，其实有件事我还要跟你说。什么事啊？我刚才那只是吓唬他的，这卡里根本就没有2000万，只有500万。不过这500万发你员工的工资应该是够了。大梅，有了这500万啊，这公司的难关总算可以度过去了。大梅，谢谢你。董事长，你不用谢我，是我应该谢谢你才对。当年如果没有你资助我的话，不可能有现在的我。所以现在我学业未成，我来帮你都是理所应当的。好，这你回来我就安心了。走，咱们去财务，把这个钱先给财务。